美国在建国的200多年以来，经历过多次恶性通胀，美元至少有2次贬值成为废纸。我们今天认为的美元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不过一旦货币体系再次经历洗牌，美元的形态也会因此改变。那这一期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美元为什么会经历恶性通胀，又如何死而复生。1775年5月10号，第2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与此同时，还确定发布自己的货币 Continental Currency 大陆币。大陆币分纸币和金属货币2种，都可以在交易之中使用。其中纸币的发行量要比金属币的发行量更高。这里发行的金属货币不是后来被承认为法定货币的金币或者是银币。大陆币的金属硬币是由铜、银和白蜡一种稀铅合金制造而成的。在第2次大陆会议结束之后，其中的一个殖民地罗德岛在1775年8月把大陆币认为是法定货币，并且对不接受大陆币面值的人或者制造假币的人实施处罚。不过处罚的方式确实有点特别，罗德岛的规定中是这样写的：任何拒绝接受这种钱的人将被认定为殖民地的信誉、声誉和幸福的敌人，而且完全无视了他对国家的尊重和义务，并且应该禁止他与其他良好公民进行一切的交流。在罗德岛认为大陆币是法定货币以后，其他的12个殖民地也跟着罗德岛一起把大陆币认为是法定货币。虽然大陆币被认为是法定货币，但是它并不是当时唯一用来交易的媒介。在当时的市场中，至少流通着4种不同的货币。这个时期的美国由加入大陆会议的13个殖民地组成，人口一共有300多万人。除了刚刚发行的大陆币的纸币和金属硬币以外，各个地区的殖民政府都可以发行自己的纸币，叫做 Bills of Credit 信用券，或者叫做 Colonial Note 殖民券。这种货币在美国建国的初期依然在发行，但在美国还没有独立之前，所有的殖民券都要以英镑、先令和便士来结算。我们熟悉的以金和银作为材料的金属货币，在当时也是重要的流通货币之一。这种货币主要是以国际贸易的方式流入到了北美。另外一种就是当时特有的 commodity money 商品货币，也就是以物换物，物品能够代表的价格根据当时这个物品在市场里面的供需关系来决定。这种交易形式一战之后在德国也出现过，那个时候在德国，香烟就是重要的商品货币。不管是大陆会议，也就是早期的国会，还是当时的殖民政府，也就是后来的州政府，他们发行纸币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自己的开销。纸币的意义是政府用来预支未来税收的凭证。那么对于民众来说，持有纸币就是持有政府对未来收入的欠条。那么如果政府过度预支的话，也就是说发行的纸币过多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政府未来的税收越来越不容易支付它现在的开销。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税收增长的速度小于现在纸币发行的速度，纸币的单位面值能够代表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而当政府未来预期收入的增速远远小于它现在发行纸币的速度的时候，纸币单位面值的购买力就会无限趋近于0。这也就是一个从通胀到恶性通胀的过程。而这个大陆币也可以说是美国第1代美元，就是以这种形式消失的。美国建国之后发行了很多次大陆币，根据不同数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从1775年到1779年，大陆币在市场中的流通总面值呈现出快速上涨的趋势。从1775年大概500万美元，1779年就达到了至少1到1.5亿美元之间。仅仅4年间，货币量增长了大概20到30倍。而且由于当时防伪技术有限，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假钞，据说呢是英国人故意印的。于是在这2种贬值的压力之下，大陆币的购买力严重下降，几乎成为了废纸。相对于大陆币来讲，商品货币或者其他国家的金属货币就代替了大陆币，成为了当时主要的交易媒介。现在美国人形容一个东西一文不值的时候，会说 not worth a continental。 这句话的来源就是大陆币由于恶性通胀被市场抛弃的这段历史。但是在1791年的时候，事情开始起了一些变化。1791年的时候， George Washington 签字通过了 Bank Bill， 允许美国建立国家银行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也叫做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第一银行。美国第一次在政府层面尝试建立有中心化趋势的银行。不过这家银行更像一个现金池，因为法案中规定，持有金额的总量不能超过1000万美元。而且呢，更像是一个常规的商业银行，可以为政府提供贷款服务。每个个人和企业都可以持有这家银行最多不超过1000美元的股权。这家银行并没有任何能够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向外发出的票据也只能以银行已经有的资产作为背书，整个银行的体量和票据的流通范围都非常有限。而且在1811年20年营业期满之后，美国第一银行宣布停止营业。1816年建立的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第二银行，性质上呢跟第一银行是一样的，不过它也只营业了20年的时间。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停止营业。在这2次不成熟的尝试之后，美国政府在后来的25年就没有把心思集中在建立国家银行上面。不过南北战争的发生成了美国货币领域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场战争能决定的不光是废奴还是蓄奴，还能决定到底是哪一方的货币能够成为日后真正的美元。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一分为二，南方的11个州宣布退出 United States 美利坚合众国，这11个州一起建立了自己的南方联盟 Confederate State 美利坚联盟国。这个时期，南北两方的政府为了支持自己的战争经费，分别通过立法发行了自己的纸币。北方政府在南北战争的初期，1861年7月17号出台这样一个法案，允许财政部以政府信用作为担保，通过发行国债票据的方式向公众贷款，最高不超过2亿5千万美元。这种国债票据可以用来进行交易、支付工资，而且其中有不超过5千万美元的国债是不支付利息的。这部分以政府信用作为背书，不支付利息，但是可以用于交易的美国国债，虽然名字上面跟美国短期国债的叫法是一样的，都叫 Treasury Note， 但实际上就是一种纸币。这种纸币在当时叫做 Demand Note， 即期券。南方的联盟政府也在1861年初把联盟券 Confederate Currency 写进了自己的法律里，民间称这种纸币叫做 Grayback 徽钞。发行的原因呢，就是为了战争筹款。2种纸币同时存在于美国，形成了两方政府的支持者在财富上面对赌的形式。南方政府和北方政府一旦分出输赢，那么两方之间一定有一方他的纸币就会经历严重贬值，而持有战败一方的纸币的这些人，他们的财富将被一夜清空。1862年冲突升级，北方政府通过了一条法案 Legal Tender Act 法定货币法案，又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发行总额为1亿5千万美元不支付利息的政府券 United States Note， 这其中5千万美元是用来替代之前已经发行的即期券。在法定货币法案中同样规定了这种政府券可以用来缴纳税务、支付薪水或者债务，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都可以被当成合法的钱和法定货币。民间管这种纸币叫做 Greenback 绿钞。可惜随着南方政府节节败退，联盟军发行的纸币也逐渐失去了购买力。1861年到1865年，联盟券的购买力随着战争的走势不断变化，最终在1865年4月，联盟券的通胀指数达到了 5725%。而赢得战争的北方政府在战争结束之后也一直在发行绿钞，而绿钞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也并不是没有被挑战过，一直到20世纪初都不断有人对推出绿钞的法定货币法案提出质疑。在1870年，一桩涉及到讨论法定货币法案是否违宪的案子就被推到了最高法院，这桩案子就是著名的 Hepburn vs. Griswold。这件事情的开始是 Hepburn 在法定货币法案出台之前向 Griswold 写过一张借条，在法定货币法案出台之后， Hepburn 用政府券来支付还款，但是 Griswold 并不接受以政府券为形式的还款，于是这件案子就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这个案子很重要的一个争议点就是宪法赋予国会铸币权，但是没有赋予国会以政府信用作为背书发行纸币。不过最终最高法院认为，美国国会有权利在战争期间以发行纸币的形式举债，但也认定在法定货币法案出台之前打出的借条，在法定货币法案通过之后，债权人是可以拒绝接受以政府券为形式的还款的。所以说，哪怕是现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存在的纸币，在当时都是经历了3番5次的质疑，最终才确定了它存在的正当性。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既然北方政府发行的货币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美元，那么北方政府在这个期间建立的货币系统也就延续下来了，而这个系统也成为了后来美联储的雏形。南北战争的中期，国会第3次尝试建立国家银行，而这次不光是想建立一家银行，而是想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1863年，国会出台了 National Bank Act 国家银行法案，允许最低不少于5个人的机构向财政部下属的货币总稽核办公室提交建立银行的申请。银行建立之后，可以发行国家银行票据 National Bank Note，
所有银行可以发行的票据总量不可以超过3亿美元。这种纸币上面呢，都印有国家货币的字样，但是因为发行的银行不一样，所以图案上也有一些区别。按照规定，每家银行都会定期向货币总稽核办公室上报自己的账面情况，但是货币总稽核办公室并没有权利制定任何利率相关的货币政策。每一家银行在实施借贷行为的时候，他们的利率是通过自己对当地市场的评估而制定的。在这种体系之下，虽然每一家银行都需要定期向美国官方进行汇报，但是经营的主动权很大程度是在每一个银行自身。虽然跟刚刚建国的时候相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中心化趋势，但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趋近于自由市场。不过这种相对来讲都是各家银行独立运营的系统有一个缺陷，就是银行由于任何原因出现了资金短缺的情况，比如说地域性的挤兑，那么银行就很难在短期内想到办法在其他机构那里临时得到一些资金用于周转，银行倒闭的风险就比较高。而那个时候还没有 FDIC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这种政府保障的机构，储户一旦把钱存在了错误的银行，这家银行一旦倒闭，储户就将血本无归。另外，国家银行系统虽然一直朝着统一货币而努力，但是这个目标一直也没有实现。当时市场上的交易媒介还是多种多样，比如说硬币、贵金属凭证、商业银行票据等等。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货币体系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的松散，不利于系统性的管理。不过，随着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众多银行纷纷加入了美联储系统。美联储使用的联邦储备票据 Federal Reserve Note， 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元钞票，通过经济体中日常的交易活动不断占据市场份额，逐渐替换掉了当时市场中还存在的其他纸质货币。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南北战争时期，北方政府发行的 United States Note 政府券，一直到了1971年1月21号才正式停止发行。也就是说，美联储统一美国纸质货币的过程一共持续了将近60年。美联储的建立是货币体系中心化的一个里程碑，从各家银行在政府的规章制度之下独立经营，到有了一个中心化的决策机构 Federal Reserve Board 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12个辖区提供的报告进行宏观调控。不过美联储的建立也减轻了各家银行在资金周转上面的压力，从最早设置贴现率 discount rate， 缓解了南北战争之后银行很难快速得到周转资金的困境，再到后来调整 Federal Funds Rate 联邦基金利率、SOFR Rate 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到 Central Bank Liquidity Swap 央行流动性互换、Asset Purchase 资产购买等等，都是在给金融机构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一步一步让货币系统走向中心化。但这件事情不光跟钱有关，在货币系统中心化的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的传导路径也同时在进行中心化。Milton Friedman 在他所著的《金钱恶作剧》这本书中，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用一张纸作为货币进行交易。人们愿意接受这些纸，是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人也会接受这些纸。这些绿色的纸有价值，是因为其他人认为它有价值，而每一个人都认为这张纸有价值，是因为它在人们过往的经历中都曾经有过价值。货币体系随着我们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也在逐渐被改进。随着第4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越来越成熟，电子支付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得到普及和完善。如何提供一个更高效的系统，是立在央行面前最艰难的任务。而目前我们所在的21世纪初期，世界的虚拟化也将再次引发货币系统的历史性转折。那下一期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美联储在数字时代的运作方式，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进程和我对未来的预期。那这一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期待看到你们的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